纵观现代军事史，西太平洋始终是大国相争的战略要地。为了在西太平洋作战中取得优势，美军进入了紧锣密鼓的备战阶段。不仅如此美国还费尽心思在西太平洋藏了一张决胜王牌。面对如此情况，中国又将如何破局？西太平洋隶属于太平洋海域，同时紧靠大陆，是亚洲与太平洋的沟通枢纽，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，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。与此同时，西太平洋也是东南亚国家的门户，串联东南亚经贸，在经济、军事与政治多重领域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因此，毫不夸张地说，西太平洋关乎美国亚洲战略的生死存亡。如果失去了该地区的优势，美国便基本丧失了对亚洲的掌控力。而对于中国而言，西太平洋也是绝对不能丢失的战略要地。首先，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行动关乎领土主权。不论是台湾回归问题，还是南海领土争端，都与西太平洋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近年来，两岸和平统一的呼声日益高涨，而想要实现两岸统一，就必须从西太平洋切入，掌握主动权。不仅如此，面对菲律宾等国家的恶意挑衅，中国也必须依托西太平洋作为战场，给予这些国家有力回击，从而捍卫南海主权的神圣性。其次，西太平洋有着极高的经济人文价值，是中国海洋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西太平洋的地理环境、水文环境、气象环境、宏观环境与生物环境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，将成为中国海洋研究中的一抹亮色。因此，重重因素叠加，中国对西太平洋地区势在必得。就法理而言，中国本就拥有着对西太平洋部分地区的合理管辖权，反而是美国蓄意挑事，强行在该地区插入本国力量，妄图搅动亚洲风云，破坏地区和谐，趁乱为美国获取利益。中美均对西太平洋地区战略预估较高，两国相遇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碰撞与矛盾。战略发生冲突，那么唯有用硬实力说话。为了持续推进本国的西太平洋战略，美国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埋下了一张专属美国的王牌。其实，美国的这张王牌并不新鲜，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便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武器王。西太平洋地区面积大，情况复杂，作战干扰因素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判断得武器者得天下。与简单的陆地作战不同，西太平洋是一个更加立体且充满多重维度的空间，因此变数也会更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能临危不乱，稳住局势，谁便能离胜利更进一步。经过综合考量，美军将发展武器作为西太平洋战略的重中之重。美军想构建一张涵盖海陆空的3栖武器网，让这些武器成为制胜关键，这便是美国最引以为傲的西太平洋王牌。在这张武器网之中，美国的海军力量最为引人注目。美国航母是海军武器的定海神针。此前，美国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曾在日本驻扎了足足7年，而性能更先进的罗纳德里根号也常常出现在西太平洋海域。航母体型庞大，是夺取制海权的最重要帮手。与此同时，航母还能成为移动的空军基地，供各式各样的舰载机停留，协助空中作战。除了航母以外，美国还在西太平洋地区配备了驱逐舰与战斗舰。驱逐舰主攻防御，既可以拦截反巡航导弹，又能够影响弹道导弹，让美军的防御体系更上一层楼。战斗舰则着眼于进攻，美国不断升级自由号近海战斗舰，加强灵活性，提升了前沿控制力。除此之外，攻击型核潜艇也是美国海军的杀手锏之一。这些核潜艇拥有强悍的水下作战能力，将成为一支出其不意的骑兵。而在西太平洋的空中区域，美国同样也进行了武器部署。美国在日本冲绳搭建了空军军事基地，即加手纳基地，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。从规模上便能看出美国在天空领域的野心，而加手纳基地对接第一岛链，处于西太平洋战略的核心地位。为此，美国特意在加手纳基地部署下了大批空军武器，如侦察机、预警机、加油机与战斗机。这些武器搭建出了一套完整的空军攻防网，成为西太平洋武器网中的重要一环。而在众多的空军武器中，战斗机是最不容忽视的有生力量。2022年，日本宣布，美国将逐步替换加手纳基地内的50台 F-15战斗机，完成战斗机的战力升级。除了 F-15战斗机之外，美国的 F-35C 战斗机也声名远播。这种战斗机擅长隐形，同时载弹量惊人，在一定半径内威力巨大。至于陆军武器领域，或将成为美国下一阶段的部署重点。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菲利普曾多次提议，美国应当加强西太平洋地区的远程武器部署。所谓远程武器，主要指的是陆基武器。
在他看来，这些陆基武器能够实现精准打击，让第一岛链的防御更加坚固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美国只能求助于其在亚洲地区的盟友，在日韩的土地上部署导弹，直面西太平洋。由此可见，海陆空三类武器联动，进攻与防御浑然一体，这便是美国所梦想打造的西太平洋武器网。美国认为，一旦开战，武器网就是最大的王牌。美国来势汹汹，中国会如何破局？但已经一骑绝尘，远远地将美国甩在了身后。高超音速导弹是中国西太平洋战略中的关键，大名鼎鼎的东风 2E-D 与东风26都是高超音速导弹。与普通的武器相比，高超音速导弹既有着超强机动性，又有着超凡的变轨力。目前为止，美国仍未掌握这项技术。更让人感到振奋的是，高超音速导弹甚至能够成为航母的克星。摧毁了航母，便等同于击碎了美国的西太平洋武器网，这张所谓的王牌也势必失效。在高超音速导弹面前，美国的岛链简直不堪一击。面对这种情况，美国也只能连连后撤，希望能够撤出导弹的射程区域。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而且传统的大威力导弹都需要依托陆基发射，可中国最新研制出的导弹却摆脱了这种束缚，可以利用舰载发射。鹰击2-1便是最典型的例子。这种突破令美国失去了远程精准打击的优势，在这场争夺西太平洋的竞争中又输了一局。由此可见，中国无惧美国的这张王牌，中国反而能打出多张令美国胆寒的王牌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中国的西太平洋战略将持续推进，击败美国。